10日中烟结局提前预测来啦！大家好呀，我是周周。想必大家最近都有耳闻一个消息，那就是10日中烟要大结局啦。相信这本年度最烧脑、智斗天花板也让很多人看得非常上头，但很多坑也是看得迷迷糊糊啊。还记得吗？书中神兽白虎曾说过，有人撒了弥天大的谎，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这里了。那么本次我就带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尝试揭开一下谎言的真相，赶在大结局前抢先预测一波。首先我们知道10日中烟的设定是一群有罪之人被抓到中烟之地，进行了每10日一次的生死轮回，想逃出去就必须进行由生肖们设计的死亡游戏，获取名为道的积分，凑齐3600道才能离开。这些生肖们的游戏有烧脑的、逼体力的，还有团队合作的，比比皆是，但无一例外就是极其残忍。参加游戏的死亡率异常之高，而在众多参与者面对游戏很无力的时候，一个如天才般的男人旗下如彗星崛起，他熟练地掌握着各种定理，例如无限猴子定理、囚徒困境和墨菲定律等等诸多理论。这些死亡游戏在他面前被纷纷解开，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被这些精彩的解谜吸引进来的。然而单个故事虽然精彩，但是更大的谜团，也就是10日中烟的主线始终没有解开，这就让人看得浑身蚂蚁爬了。旗下到底有几个身份？天龙的目的是什么？旗下都安排了什么后手？纵观全文，想要解开主线谜团，就不得不提其中2个伏笔。第一个伏笔就是书中一直重复提起的，有人撒了弥天大谎，但是这个谎言是什么？重对一只谜语人一样没有填坑，旗下也说自己撒了弥天大谎，这个谎言又是什么呢？相信只要这个弥天大谎揭开真相的时候，就是小说最高潮的时候了。第二个伏笔就是旗下一直坚定要送所有人从中烟之地出去，虽然我相信旗下肯定不是圣母心泛滥了，这其中一定有他的苦衷，但是大家真的都能离开吗？小说中旗下说要相信所有人都能出去，任务才能成功，要相信自己失败，生生不息才会停止，这是否表明旗下并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离开？难道这就是书中一直提到的旗下撒的弥天大谎，一个只有旗下受伤的世界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旗下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成功了，我所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我失败了，我所说的都是假话。这2个事关主线的伏笔，对于观众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密游戏。接下来我将会综合我看过的小说内容以及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尽量将故事线从头到尾还原。当然了，也容我先叠个甲，以下内容纯属主观分析，可能会含有 bug， 当然这也只是一篇很娱乐化的分析，大家纯当个乐子看一看听一听就行，多多担待。那么主线开始，首先是一切故事的前置，故事开始之前的剧情大约为现在时间线的70年前，阴魂管理局的员工许流年在接到上司的命令后，用一辆列车押送了5万有罪的鬼魂来到了一处时空裂缝，名为桃源。这个地方独立于宇宙之外，并且有特殊的法力加持，可以让身处其中的人在极端情绪下获得神力与仙法，仙法也就是回响，通俗点说就是超能力。接下来我们简称许流年的上司为神，神的目的是让这些罪人们发挥价值，尽可能挖掘他们的能力，获得更强的仙法，最终创造出一个名为女娲的神。而这个过程呢，就是女娲游戏。这一下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那些游戏会那么极端和残酷了。神留下的第一批裁判后，让他们管理这个地方就离开了。然而最强的裁判天龙在成为桃园的主宰后，却产生了很不一样的想法，他根本不想创造女娲，因为他认为他才是成为女娲的唯一人选。于是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统治这里，不服的人就杀掉，换上自己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旗下率领众人抵抗疯狂的天龙，可最终失败了。失败之前，他的精神力爆发，额外觉醒了一个频率特殊，甚至很可能是最强的回响，名为生生不息。当时这个频率只有青龙听到了，连旗下自己都没听到。旗下说，天龙，我们不可能就这么死掉的，我发誓总有一天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再度回来，而回响者们会带着这些惨痛的记忆引导众人不断前进，直至将你完全打倒。说完这些，他和反抗的队员们全部死亡。天龙志得意满的准备彻底掌控桃源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被他杀死的所有人又再度复活了。他们虽然失去了记忆，但却真的存在。而当他再度杀过所有人的时候，他们又会再度复活。没错，这就是生生不息。在旗下极度的执念下，他想要让所有人都活着，那所有人就都会活着。天龙并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于是他给所有人设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完成游戏获得道。当有人收集到3600道的时候，他就会出手清洗所有人。之后天龙进入了沉睡，每10天醒来一次，醒来的时候就会用回响离息将所有人化为飞灰，于是轮回开始了。
接下来是20年前，新一代的天骄文巧云统一了道城，并与楚天秋相恋。他率领众人不断进行游戏，大闹中原之地，可最终对赌天龙失败，被夺去了理智，成为了中原之地的原住民。接下来时间来到12年前，旗下开始布一个很大的局，踏上了生肖之路，当上了白羊，并引导燕之春成立了极道，挑选张强成为了自己后续房间的面试官任阳。旗下集齐了3600道，率领万人对战天龙，但最终输于天秤游戏对赌失败，并遭遇了第一次大洗牌。这里我们称之为旗下 1.0。此次对战后，旗下封住了自己的回响，灵魂的契机悲伤，继续进入轮回，来寻求更大的回响。极道正式成立，旗下消失，陈俊南成立了葫芦娃七兄弟，分别是大娃陈俊南、2娃恰恰静、3娃张丽娟、4娃李尚武、5娃钱多多、6娃周末。但陈俊南和乔家静产生分歧，乔家静离开组织后，在某次轮回中失去记忆，陈俊南则听从旗下离开前的交代，开始在面试房间卡 bug， 故意回答错人样的问题，导致所有人都不断被杀，无法走出面试房间，困住乔家静、李尚武、韩一墨等人7年。葫芦七兄弟组织最终由前武继承，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猫组织。与此同时，在参与者中消失的旗下反过来加入了生肖，它超越常人的智慧和游戏设计，让整体游戏强度大幅上升。旗下 3.0 成为了羊，人级3年，地级4年，最终成为了地级的白羊。这个过程中，他收了裴仙虎、黑羊、人蛇、人鼠书画等生肖为徒弟，在生肖队伍中埋下钉子，这些人也会是之后帮助旗下的助理。之后，旗下用潜意识记忆和各种定理设置锚点，并催眠自己是个骗子，还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人余念安。最终，白羊旗下给了人鼠书画2颗道后，飞升离开列车，实际上是重新变成了参与者，也就是旗下 4.0。旗下之后进行的轮回，为了方便大家和正文对应，我称之为第0次轮回。这里他带领众人走出了面试房间，但韩一墨死在了雨后春笋游戏中，旗下并未能回响。那么接下来也就是真正的第1次轮回了。时日中焉正文开头的故事也始于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旗下 4.0。 他参与了一系列游戏，但最终在出租车上死亡。可死前在出租车司机许流年的帮助下获得回响，保留了记忆。许流年在之前的时间线中也沦为了中原之地的原住民，不过他和青龙暗中有交易，并获得了化形的回响。也正是这个回响让他变成了余念安的样子，成功让旗下进入心安状态，觉醒了生生不息。然后是第2次轮回，旗下保留了第1次的记忆，又解开了许多游戏。可楚天秋为了引发旗下的回响，安排了血洗天堂口，旗下在神兽玄武的审判下死亡，但死前回响成功。而这次回响太过震撼，敲响剧中惊醒了沉睡中的天龙。时间线来了第3次轮回，上次轮回的生生不息创造了一个假的余念安，并出现在面试房间。旗下开始逐渐找回记忆，并开始通过裴仙虎联系生肖那边触发自己之前埋下的针。于是乎，裴仙虎、黑羊、地蛇等人联合了部分生肖准备造反。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书中的第3个伏笔，在旗下找回记忆与曾经队友的过程中，遇上了一个挖地坑的老人。由于担心老人会是计划中的变数，旗下将其杀死。但后来老人神秘复活，所以旗下又将他放逐进了虚无空间。也就是这时，他才发现这个老人就是林青说在精神病院见过的喜欢胡言乱语的老头旗下。这里是否可以证明中烟是可以逃出去的？可另一方面，旗下放出老人的时候说他记得所有，否则就没人记得了。难道中原之地的人都没有逃出去，所以才会让老人记住所有一切吗？当然了，也有最后一种可能，老人是对反派有作用的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反派，只不过身份还没被跳反，有待最后真相揭晓的那一刻，伏笔暂且不说。照目前来看参与者势力方的猫组织、极道等等，都和旗下的布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一手不下。生肖势力方又有他安排的钉子，所有的线索、暗坑、伏笔交织在一起，全都是旗下一手布的局。甚至大胆点猜测下，这个局在70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好了。你们看通过旗下和青龙的对话可知，70年前他杀向天龙的时候，并不是不成功，而是旗下觉得不能成功，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是被1辆列车押送到桃园这个空间裂缝的，而青龙说过，只有天龙才会开动这辆列车。当时杀了天龙，所有人都会被困死在这座囚笼内。最后关于大结局，我们也不妨大胆猜测一波。卓卓觉得
旗下最终极有可能会用生生不息将各个时间线的自己创造出来，旗下 1.0、2.0、3.0、4.0 全部上阵，再加上参赛者势力方，例如猫、极道、天堂口以及生肖势力方安排好的卧底、裴千虎、黑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所安排的伏笔支持下，一起 VS 天龙，在各种正反派交织的阴谋中迎来大结局，想想都觉得燃啊！重对自己已经发了完结倒计时，失中间即将迎来大结局了。真不知道作者到底要写多少碳基生物想不到的解谜方式，才能将所有不可能的伏笔圆回来。虚假的补脑6个核桃，真正的补脑时中烟。那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